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这话题啊，估计会触动我们收看节目的大半的观众朋友的这个神经。什么话题？就是眼下呀居高不下的房价。这房价呢，你还看不到它什么时候能涨到头。那么这个房子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即使您现在已经有房子了，可能还得考虑孩子将来怎么办，或者是手里有这余钱了，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我是不是买房子让它升值啊？所以我说房子这俩字牵动了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现在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看呢，这房子是得接着涨啊，还是涨到一定程度不涨了，还是像2008年那样有一个小幅的回落？有不少人拿着钱等着抄底呢。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中国将来房价到底向哪个方向走，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令我们担忧或者欣喜的变化。那么说这个房价问题之前呢，我们想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不光是说是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二线、三线城市，甚至连小县城的房价都往上涨。那么这个房价涨呢，有不少人总结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说，那这个地方政府这是土地出让金，想多拿点补贴地方财政，所以他有这利益冲动。还有的说，你看这二三线城市，哪怕小县城呢，也把周边跟周边农村一比，它聚集了最好的资源、教育、医疗啊。那我要送孩子上学，我在这儿买房子也就等于投资了。这样那样原因都有，我倒觉得根本原因有两个。我认为第一个，如果中央政府现在掐紧银行这块，比方说把房贷这块给掐死了，这房贷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申请房贷的问题，再有一个房地产商向银行贷款的问题。如果这一块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到一定程度，让房地产这块这个链条绷不住的话，那么房地产商必然会降价。2008年就这么回事儿。房地产商有的没钱了怎么办？就得房子降价。所以那阵儿小幅回落是跟紧缩银根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如果肯于在这个房贷各个方面紧缩银根的话，那么房地产市场这一块就会相应的有一定回落。在第二个，如果各城市边上郊区这个土地开放的话，农村土地进入商品自由流通市场的话，那么土地供应量上来了，使有些地方政府没法捂地了，开发商没法捂盘了，房价肯定会稀里哗啦掉下来。这个两条是根本。那说为什么这个能治现在房价高？怎么中央政府各个方面来看，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这么直接实行呢？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社会综合的稳定问题，以及社会的综合发展问题，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两点给大家说清楚之前，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啊，出现了很多新花样。你比方说有的这个，尤其年轻人恐慌说这个房子看看也降不下来啊，这不定得涨到什么时候呢？我要现在不买，将来这价不就得更高吗？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就琢磨呀，这刚刚谈上恋爱，确定恋爱关系，就得赶紧买房子，要不然将来就涨得更高。可是买房子这仨字说的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你买房子得拿钱呐，你说这不贷款吗？贷款你不还得有个首付？好多人家这首付都拿不出来。咱得说中国人真聪明，有人就想了办法啊。我举个例子，什么办法？这叫以房买房。你比方说啊，就是父母住一套房子，这是他们自个房子了，这咱们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情况。儿子呢交个女朋友，也确立恋爱关系了，这就是准儿媳妇了。想买房子，爹妈拿不出首付来，孩子收入也低，只能说寄希望将来还按揭。首付这钱几十万拿不出来怎么办？聪明的中国人现在想了个办法，这儿媳妇不还没进门呢吗？跟你还不算一家人呢吗？这儿媳妇呢跟将来的老公公老婆婆商量，把你们的房子卖给我。你原先老头老太太有一套吗？房子卖给我，我拿不出全款来，我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一审核呢，说你得首付是这儿，这我买他的房子，首付我都给他了。
人家那边是未来的公公婆婆，给出个证明是已付首付，那么到银行买这套房子，申请按揭，银行一看呢，贷给你款了。过了3个月之后呢，贷款这笔款项呢归到他未来公公婆婆手里。这公公婆婆把这笔款项拿出来，让自己的儿子和将来的儿媳妇拿这个当首付买房子。当然了，这将来付2套房子，按揭负担是重点。可不管怎么说，把现在这第2套房子首付给解决了。当然这里头有一个风险，就当然这儿媳妇得将来准进你家门。要进不了你家门，将来又闹离婚又什么的，或者俩人就黄了，你这账还不好算了。因为这毕竟是这一家人，好办是谁给谁打个马虎眼，糊弄银行都行。要2家人，将来这事儿一有利益分割就难办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招还真是一个好办法，以房养房，通过这个过程解决眼下买房的问题，就利用这个融资。我们说这种方法肯定隐藏着巨大风险，可现在为什么像北京、上海好多年轻人都用这招呢？还不就让房价给逼的吗？就这房子什么时候能降得下来？刚才我们说那个话题了，2个原因吧。第一个，我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关系，中央政府有好多事情呢，要依赖地方政府来干，要他们办事，可他们又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财政的处理权，好多钱等着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所以地方政府经常办公经费不够，吃不饱，怎么办？后来发现卖地来得快，这把地卖出之后，土地出让金进来了。开发商一开发房子，还得给这个地方政府交税，这算地税这一块儿，这下地方政府盆满钵满，花钱方便了，所以他对这个卖地啊这一块情有独钟。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要想解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卖地解决财政开支的问题呢，如果中央政府适当的让地方政府下放一部分财权，让它财权和事权均等起来，那么这个事情就有缓解。那么现在来看，地方政府它通过卖地来提高自己的财政收入，这块好像似乎不可遏制这种欲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央政府要想把这个房地产降下来，我刚才说第一点就是在金融系统上做文章，就是掐脖，就是比方说我这银行我不轻易不给你，房地产商那么容易就贷款，你包括中央有过这样调控政策，比方说这个交这个土地抵押金，你必须得先交50%，然后那部分1年以内付清，而且你把地拿回去，你要是1年不开发就给你收回。中央有各种各样调控措施，像什么过去的国4条、国6条、国11条了，可是这些政策它都没有触及到根本，就是开发商依然能通过贷款的方式融了大量的资金，使他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他可以把房子就这么捂着，我不着急卖，我捂一天涨个价，捂一天涨价。那么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在财政这块给勒一下脖，在金融这勒一下脖，那么开发商挺不住的时候，房子必然会降价，他要求货币快点回笼。可有人说，照你这么说，这也太容易了，那中央政府一调控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么些年，我们看中央政府这样的措施部分的实现了一点，但是一旦经济稍微出现萎缩了，它马上又回到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人说这个是为什么？这里我给大家说点最根本的，这跟中国的经济大形势有关。中国眼下的经济有一点是坚定不移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就是一定要向前走，一定要向前发展。你看金融危机时候咱还喊增长8%呢，再说调整增长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什么转换这个发展方式，咱们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写的都是要保持增长。那么说这跟房地产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啊，如果房地产业现在要垮台了，中国这个经济想实现原来那个增长，那难度就大了。为啥呢？经济发展讲3驾马车，第一位投资，第2出口，第3个内需。我们知道靠投资来拉动增长，这一块本身跟房地产行业也有关。大量投资进入房地产行业，而且呢，它又和内需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房地产这是一种实实在在需求，也算是拉动内需。
当然，咱们统计挺有意思，说这居民消费指数，房子还不算，最大的硬件咱不算，所以一说这个物价平均上涨多少，消费指数上涨多少，不算房地产，你这也是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统计方式。反正就这个房地产行业，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起的作用太大了，它是个支柱型产业，就没了它就不行。有人说那不就卖房子吗？怎么的？大伙儿别忘了它的上游牵动什么。你说盖房子需要啥？一个是卖地，地皮，再一个钢筋、水泥，基本建筑材料。你琢磨琢磨，它的上游产业都有多少？那么这些产业，如果房地产业不行了，这些产业的货卖给谁去？那么很可能上游产业受到牵连，咱们这几个企业够呛了。下游是什么呢？你说你买了房子，咱不得装修吗？装修材料啊，家具啊，再家电。你说搬个新房，咱还看以前老电视，肯定换一台。相对应的，把下游这些家电、服务啊、什么装修啊这些给带动起来了。那么上下两头的这个产业，你琢磨琢磨，再加上卖房子本身，你说说中国眼下这市场挣钱这些买卖，他们得占去多少？如果你房地产业垮台了，这些怎么办？跟着可能都垮台。这一垮台，中国经济怎么增长？一旦经济出现停滞了，好多的政策执行就很困难了。中央政府恐怕就缓不出手来对社会公平正义、民主与法治这块进行完善了。这也是温总理前一阵在答记者问时候提到的，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至少要到本世纪中叶进入现代化国家，甚至需要上百年或更长时间的真正概念。而这过程当中，咱们不能不增长。所以说，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前提是你得发展，你要不发展，这问题就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中央政府不大可能从这个金融这块，从银行这对房地产业进行彻底的掐脖，最多是你高了我给你调控，你高了我给你调控。但正由于是这样，这才治标不治本。可是如果治本的话，就如同投鼠忌器一样。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讲说中国的房地产业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这个话有点夸张，但是部分的说准了一种本质，确实是这样。房地产业如果垮了，整个中国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开闸。而且大家别忘了还有一点，你是没买房子的，希望这房价往下降，我好买房子。可是买了房子的呢，比方说你花这1平米成千上万的买了房子了，你买完之后房子要降下来了，你的资产缩水了，你还不干呢。所以说不要以为房价涨到这样大家心里头都不痛快，有相当一部分人心里高兴。我买了房子，我当然高兴了，我房子这价涨了，尽管说我要把这房子卖了，我得更高价再买回来，但起码意味着我现在手里这房子，我要有个要紧的事儿，要命的事儿，我把它卖了能卖好多钱。所以这对已经拥有房子人讲，那心里憋不住乐呢。没买房子的他在那儿着急，房价这么高买不起，已经买了的他不希望房价落下来，所以房价的起落呀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咱们说到中国经济大层面对房地产这种影响，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地方政府如何，我认为根子还在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上。第二个呢，是如果我们现在城市的土地供应上来了，其实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跟土地供应紧张有直接关系。因为市里头地方就这么大，你说这块黄金地段不可再生，卖完了就没有了。比方说杭州西湖边上的、武汉的长江边上、东湖边上的、北京的 CBD 一带的这些好地方，它卖一套少一套，它的土地供应量太少。那么如果把土地供应这块提上来，你比方说北京现在这个小产权住房，就是郊区，说白了过去是郊区，现在5环6环一建，把这些都弄进来，都算是市区的地方了。可如果说这些地方原先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非常便宜，那如果这些土地把小产权变大产权，一下放开了，土地供应量上来了，它房价能不往下降吗？这是必然的呀。可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中央政府对于小产权变大产权，对于农村农地上市这个事儿，一直没有明显的政策。有人说呢，这能降房价，好事儿，增大需求，供应，把这个农地都用来上市。为什么中央政府这么不干呢？这个事儿啊，如果要这么做了，恐怕后患无穷。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啊。中国农村土地呢归集体所有，然后这个土地呢是每个农民呢有一份土地拿回去了，这算自己的。前些年开始确权吧，农民对土地拥有产权，可是仅仅是拥有产权，你想自由买卖不行。咱们17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文件里写的明确准许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你注意，流转为什么不叫买卖？这里边大有学问。买卖是什么呢？我说买就买，说卖就卖，我卖给你，我自己做主就算了。流转是什么呢？咱们当时在文件里就提到了，首先一点，性质不改变，就这块地，我不管转到谁，那它依然是农地，得用来耕种啊，用来从事农业生产。你不能说我这块地给你，你盖房子吧，给你搞别的吧，开发什么旅游区、生态园，这不行。咱们看那个中央电视台一套，前几年播过一个片子，高秀敏和何庆魁演那个《圣水湖畔》啊，《圣水湖畔》里边，为什么那个剧能上中央一套？最关键，我们记得高秀敏演的马莲吧，她自己有块地，要搞农业试验生产，结果这个村长呢，非要把它卖了搞旅游开发，双方冲突，最后马莲赢了。这个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性质不改变、自由流转的方针，要保18亿亩耕地红线，所以这个精神上符合中央精神，顺理成章就上了中央一套。你看那符合中央文件精神，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农村的土地为什么不能够自由买卖？大家别忘了，如果这个土地让农民自由买卖的话，那农民卖给谁？盖房子、盖厂房，或者说是建什么生态旅游园，他自己说了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就会有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有人说，这农民地是他命根，他能卖吗？别忘了，眼下中国农村跟城市比，差距得多大呀？有人夸张地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真不假。农村现在我们看跟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尽管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情况比过去好了一些，可是你跟飞速发展城市比，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大的。那么作为农村，尤其是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待着，要到城市里去居住去，大量的人涌入到城市当中。我们看就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不就是这种性质吗？我们平常经常听说有人说，农民工在城市里混不好，大不了我回家种地。你看，大不了的回家种地，他有后路，他回农村能种地。你假如农村的土地自由买卖了，不少农民为了进城市，到城市你得买房，又得什么孩子上学，你把地卖了，你混得好，在城市里扎下根了。那混不好怎么办呢？农村地没了，你回不去了，所以大不了回家种地，后路没了。大量的农民滞留在1、2线城市里，你琢磨琢磨，这个社会会出现什么样？就是一个人没有退路了，他又混不好，还看不到这个前方美好的景象到底在哪儿。你琢磨琢磨，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压力得有多大？所以你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0万农民工据说失业了，西方社会有人幸灾乐祸，中国完了，要崩溃了。2000万人失业，中国还不乱套了，一点没乱。为啥呢？2000万农民工平安返乡，为啥？家里还有地种。我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啊，家电下乡什么的，农村还有些不错的政策，就说农村消费比较低，生活水平比较低，这都现实。但是正因为消费水平低，你在农村想生活下去很容易，并不是太难，有地可种啊。这是如果没有这地种了，坏了。我们说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有人说农民工进城体制障碍，没有这个城市户籍，这个没有户口这那，这根本不是问题。现在农民进城体制障碍、户籍障碍不是太大问题。试问收看节目的你，我有城市户口，又给了你多少福利？那不是最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现在阻挠农民进城的就是这个经济收入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边，他不像城市里的人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把房子问题解决了，我起码有个窝住。农民工进城首要问题就是个住房问题。有人说那都租房子了，那是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中国人是安居乐业，不安居怎么乐业？而且租房子，房东今儿撵你，明天撵你，你好受吗？所以农民工也渴望有自己的房子，这一关是最难过的。房价现在涨成这个样子，他搁什么买房？那么当这么多的人涌入到城市，而又解决不了在城市生存的问题，不仅对农村形成剥削，在城市里就会形成大片的贫民窟。恐怕这不是我们和谐社会希望看到的景象。所以中国大量的农民工进能工退能守，中国整个的农民或者依靠农村生活的人有9亿多。那么这9亿多人，他稳定中国就稳定，他不稳定中国就不稳定。那么正是因为有城乡2元结构这样的对立，农村现在实在不行，我进了到城市打工，退了我回到农村也能活。所以中国社会结构因为城乡2元结构的关系显得特别稳定。假如农地上市了啊，供应到房地产市场去了，大量的农民一高兴，我们要搞城市化，进城把地卖了。进了城里又缺乏在城里混得下去的一技之能，或者说在城里买房这些资金，他将来回不去农村了。我们说城市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我们感觉就像有隐患的炸药包一样。农村不再成了泄洪池，不再成了能容纳一些大量农民的地方了。那么这个中国社会恐怕这稳定2字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如果银行这一掐脖，房地产房价也能掉下来，可是房地产业崩溃了，中国经济就出现问题了。农地上市提高了这个供应量，房价能掉下来，可是容易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会带来新的隐患。所以这2个直接能令房价掉下来的举措，恐怕中央政府都投鼠忌器，后面都带来了一定的隐患。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呢，恐怕就是想对房地产有立竿见影的让房价降下来措施，眼下中央政府还很难拿出来。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房价呀，怎么说呢，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可是想往下降下去，这个恐怕是难上加难。当然我说这话呢，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觉得，哎呦，这将来这怎么办？我们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事实，各大城市你看着好像这房价都涨飞了，可是你也没看到哪个急于要住房的年轻人睡到水泥管子里边。人生就这么回事儿，哎，车到山前肯定会有一条路让你走，可能这条路艰难无比，但是难点咱们中国人不怕。有那么句话，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有的时候年轻时候肩膀扛一扛，可能这苦难就过去了。当然今天我说这观点呢，您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啊，我这也不是什么终极真理，我个人的观点，我这么孤妄言之，您孤妄听之，信不信的？您自己心里会有个小99。在北京海淀区有一条闻名全国的街道，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即使您没来过北京，恐怕电视机前的年轻的观众朋友也都会知道这个地方，它以卖电子产品出名。当年这个地方是车水马龙，人气鼎盛，在这里经商的商家呀，10之8九都发了财了。可是时至今日，中关村就没有过去那种风光。从人声鼎沸到商户退租，前后不过10余年，中关村电子卖场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电子商铺的风起云涌，给中关村电子卖场带来了什么？这个汇集了创业梦想诸多标签的电子商圈该如何变身创新才能再创辉煌？有的人说啊，说这中关村呢风水不好，说什么来历呢？原来啊，北京城呢永定河是在北边流的，后来改道流到南城去了，这么就在现在中关村那儿呢形成个小河沟叫中湾。从明朝的时候呢，凡是宫里退了休的太监，就来到这个中关这地方啊养老，死了呢就埋这儿。说为什么不回家呢？
有的太监打小卖出来，不知道家在哪儿，再加上太监被阉割了，不是全户人，有的进不了祖坟。就这么的呢，就近的在当时北京的郊区中关这养老，然后死了就埋这儿。这太监我们知道又叫宦官，所以这个中关这地方呢，又有很多太监的坟，就叫中关坟。后来建国以后呢，觉得这中关这名也不吉利，就改成了现在关口这关，然后这块又建了一个行政村，就这么改名叫中关村。所以这个地方过去是埋太监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中关村这风水不好。其实这话呢，根本就属于封建迷信。你说它风水不好，80年代它怎么起家的？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IT 行业巨头，基本都从这儿出去的，什么柳传志啊，再后来李彦宏啊、张朝阳啊，包括什么雷军呐、冯军呐等等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 IT 界的大腕，都至少在这里奋斗过。他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开始商家进入到这儿呢，这不属于北京的繁华地段，往往在税收啊或者给予这个创业支持方面啊，海淀区政府的力度非常大。再加上这个周围有30多所高校，不缺乏高科技的创业人才。无论是这个高水平的博士啊、教师、教授啊，还是属于创业低端的这些毕业的大学生，这会儿都有非常充足的从智力到体力上的劳动力。所以这会儿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可以说是一直直线走高，成了中国被外界称为说这地方就是中国的硅谷啊，中国的 IT 行业的高地。到后来呢，一点点这个地方呢，由于是高科技的产地嘛，所以有很多的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涌入到这块儿。大家也相信这个地方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是最好的。我还记得我使的第2台电脑就是在这儿买的。为什么呢？是传的那个时候在中关村这儿呢，这应该是2001年、02年的时候，就当时这一块儿有什么这个那叫海龙商厦。后来这不又加上顶好、意义世界等等等等这些大规模商城，那时候里边包括卖照相机的、卖笔记本的、攒电脑的，还有卖手机的等等等等。那攒一台电脑呢，那个时候比买这个品牌机呢，大概要便宜上2、3千块钱。即使是这样呢，攒电脑的这个商家他自己也能从你这一台电脑挣至少100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这个一天卖个几十台电脑家常便饭，就即使卖点小配件，一个月挣几万块钱也是很轻松的事儿。所以那时候在中关村做生意的人呢，很多都发了财。可是没有想到啊，这风水轮流转，就这么几年功夫，中关村门前冷落鞍马稀。它为什么会造成这情况？原来呢，你到这儿来买货呢，可能买完了之后回去发现受骗，后悔了。来了，现在是你到那儿就后悔。为什么只要一进了大卖场里头，马上的人乌泱乌泱就给你围上来，就跟火车站前的小饭店、小旅店拉你进去似的。和那也是，大哥呀，上这儿来吧，美女到这儿，帅哥到这儿，巧舌如簧给你噔噔噔劝你，拽你上楼，黄衣服是吧？一个就是虚报价格，比如以极低的价格把你拉到这个自己店里来，然后告诉你这个商户这个商品没有，然后给你推荐一种同种的同种销，比如说同种配置的电脑，那么其实呢就是骗了你，这种东西呢是低配高价。有人说那我管它什么黑导购不导购，我看不上的东西，再说我事先网上我也知道报价。比方说我要买什么苹果笔记本电脑，网上报价11000我都知道，我到这儿比这个要是高的话我就不买。哎，你以为这样你就不上当了吗？咱这样，我简单的把它在这方面的骗子给设置的链条，我给大伙说说，你听听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处理啊？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套骗术。这个黑导购呢是怎么把你忽悠进去的？因为咱们这个买货有个习惯，叫货比三家，价也得比三家。我得看看这家的货质量对不对啊，那家货好不好啊，包装怎么样啊，然后再问你多少钱，你多少钱，你多少钱一比较，咱买便宜的。当然了，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要是肯这价卖你，他也得觉得有赚头。那么这个黑导购第一件事要干的是什么呢？千方百计的把你拉到哪个店里边来。怎么拉呢？你比方说你买什么，说买苹果的，说你网上报价不11000吗？9500，比网上的报价低1500，
有的人心就动了，信誓旦旦地说，这不是9500你，他不这价，你抬腿你就走，我们能骗你这事儿吗？谁不图便宜啊？哎，你可能就奔这店进去了，有没有这货呢？他这有，但是他绝不可能按这价卖给你，因为按这价卖给你他赔钱。他为什么报个低价呢？就是把你引到这家来，意思你要上当受骗，你就可我们这家来，这钱我们得坑你。来，我说真给你一个富二代，那这是一个小问题。那具体怎么看呢？我要买这个啊，你要买那款笔记本，哎呀不行，那笔记本我以前不是，我就用过那个，内存也不大，有时候速度也慢，还容易死机。而且有些配件你没地方买，因为它刚来中国，这属于第一代产品，总得第二代、第三代出现之后，这第一代才稳定。现在很多功能都不稳定。巧舌如簧劝你啊，别买这个，这个过程叫转型，让你去买别的电脑，那别的电脑它就把利润高的推荐给你了。你在网上看了你要买这款的报价，你不一定知道别的款的报价，所以你不知底细的时候，就容易被它给忽悠的。啊，看来那款不好，那我就买这款吧，有可能上当了。他就会跟你说你买，你选的这款机器很不好，散热不好，什么都不好，就是非常的贬低这台机器。然后他会向你介绍一款你不熟悉的机型，然后将它介绍一款不熟悉的，然后说配置也一样，价位也差不多。说那我就坚持，我非买之不可，我不听你们的，反正9500你们答应卖嘛，就这价。这个时候呢，卖家说那行吧，那你这样，你先交了钱，我们去给你拿货去。人说那你得货拿过来再交钱，哎呀，我们还能骗你吗？你先交钱，到那边一起把发票给你开过来。你不交钱，人没法开发票。你是不是得要发票？是不是都要保修？哎呀，那去吧。说着跑的地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条都打给你，你怕什么？等一会儿，哎，他去拿货去了，你在这儿坐着等他。哎呦，这时间可长了。等这过程当中啊，这几个卖货的往往都是小伙子、小姑娘啊，都串通好了糊弄人的。哎，他买那个，哎，那年你用那款笔记本说，哎呀，你这糟透了，怎么在这里边给你洗脑，给你听的就稀里糊涂，将信将疑，是那样吗？甚至有的直接从这个店里边要维修电脑，拽出一台和你要买的一样。你看这电脑怎么弄都弄不好了，它里边这绝对有问题。这时候其实你在这儿做的时间越长，被他洗脑洗得越深，这时候取货的人回来了，这大哥那啥没这货了，没有了，你看怎么整吧？你这来一趟你别白来，我们给你推荐别的行吗？这时候你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了，人家也给你端茶倒水的伺候你，挺舒服，你对他已经产生信任感了。那我不行，我就买别的吧。有的说我还不上当，我不听你忽悠，我就坚定买这本。好，隔了会告诉你没有了。说没有呢咋办？说调货去吧。他来个经理不让人进了，说对不起，我确实没有这个了，我向您推荐另一款吧。这个时候先期给你做这个销售那个过来了，哎呀，经理啊，他这都老客户来了，我这单生意我想做成，你不行，你把那个机型调了，比那个升级的再便宜点给他。哎，这时候三说两说，你可能就觉得，哎，既然那个机型差不多，还冲这个销售的面子，这经理勉强答应了。而且这经理即使不让价，说我给你配点别的吧，你比方说笔记本包了，什么内存卡了啊，什么键盘了。其实30块钱内存卡他们收你好几百，普普通通一个包甚至收你上千，那就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他是9500卖给你了，可是搁这个东西把这钱就赚回来了。如果说你还坚持我就要原先那个，他没办法了，他也去拿货去了，把这货拿回来。你别忘了，你不得往里装系统吗？那好，来了一个工程师给你装系统，哎，水平很高的，对吧？装上你看怎么总蓝屏呢？怎么总死机呢？不断的重新启动呢？说它真不稳定。我以前有2个新朋友找我买这电脑，修完也这样，拿到家就不行了，你这回去还麻烦呢。今后这个启动非常难，3弄2弄的，你一看专家都这么说了，那我拉倒吧，别买了。你放弃了，转成别的机型。还有朋友说，那我就不信那事儿，我就要买这个。
好，他真最后给你拿个残次品，你爱要不要？他糊弄你。你要发现了，双方就难免吵架。你说咱去买货去消费去了，惹那气干嘛？有人说，那我稀里糊涂差点钱就差点钱吧，这我买个别的机型。哎，你不要以为你让他挣着你钱了就完事儿了，回头他不得开发票吗？开发票里都有说到，一个是呢，他给你开假发票，这假发票太坑人了。第一呢，开假发票他那省税收了，到你这儿倒了霉了。回头你要在保修期你维修去，你不得拿发票吗？发票是假的，他不给你维修，说有的我不省那钱了，就让他给修好得了。哎，他这里还有骗术，比方明明呢你这一条线坏了比方这个线坏了，他却非说你这主板坏了，结果呢你要花好多钱来换主板，而且换的过程当中，他坑你把旧的那件给你把你电脑里新的件都换下来了，或者呢在你这里设置点隐患，过2天回家之后又坏了，你还得找他3天2头找他解闷儿来，他糊弄你钱。你说我退这机器，哎，他不给你退钱，你只能换另外机型，你换另外机型就等于再挨一次宰，再上一次当。所以你就说我刚才说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有多少这个陷阱在里边等着，甚至不行就强买强卖雇佣打手，在这一看你人单势孤的，连蒙带吓唬的。所以你说中关村里头不少商家都以这种方式来经营，你说这几个卖场能好吗？赔不起。哥，没有可以说是没有经济来源，买电脑的钱都是父母给出一些，然后自己开始从自己生活费里面去攒出来一些，所以说买台电脑一下被丫头骗了1半的钱，这个心理真的不能接受。你拿那台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请问你们这边机器这么多，为什么不拿一台同样的型号，他自己要的，他有自动主动的说我要换一台这样的机器吗？这个不存在吧？那我们也没逼着，没说兄弟不要拿刀架在脖子上，消费者用脚投票，中关村日渐萧条。可一个曾经十分辉煌的电子卖场，为什么会陷入诚信危机？电子商务兴起带来的价格透明化，是不是原因之一？现在有的商家说，卖电脑的还不如卖盒饭挣的钱多呢。其实我说这脚上泡自个儿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说，怎么这么短的时间，中关村那时候那样突然间就这，难道真是大伙儿都利欲熏心了吗？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商家，如果他合法的方式能挣到钱，他不至于愿意这么骗顾客，这么坑人，跟什么有关？大家别忘了，这几年呢，以京东商城和天猫为代表的这个电子商务强势崛起。这电子商务有个特点，它的进货渠道呢，比较畅通，而且呢就需要有个存货的地方，它不需要有店面，不需要有店员卖，它就省了这租金了。那么它省这部分钱呢，它就可以在价格上让利。所以咱们在网上看到的，像那个电子商城上面卖的这些东西，像京东像淘宝上卖的，总是要比实体店便宜。近些年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相对于实体店的房租、人力、物力的高成本，网店的低成本也带来了低价格。于是各大商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超码族。超码族通常只试不买，商场可以试，但价格太贵；网店不能试，但价格实惠。这就是超码族诞生的理由。他们将商场与网店的优势2合1，他们宣称赚钱很累，超码有理。超码原来只限于衣服、鞋子、化妆品等日常生活用品，可随着网购人群越来越庞大，超码族已经从服装向大宗电器、数码产品过渡，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的优惠，让超码族迅速从一种现象演变成一种消费习惯。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为是很让人伤心的。我都已经很精心的去经营这家店了，然后他们呢就一味的把我这家店只是当做一个看货的一个场所，然后真正购买呢，他们还是会到网上去。为啥？实体店它毕竟它得店面租金雇佣人员它得有这些费用记得网上商城它没有这费用，所以你到这个网上看电子商城报价呢，它肯定低。你拿着这个价你记下来，到这个实体店去买去，完了
他这个价下不来啊，他要真这价卖给你，他亏了，他还得负担成本呢。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尽管有很多人呢，他虽然了解网上的价格，但他不在网上买，他对网购不习惯，或者总觉得我没见着东西，我心里不踏实，我还是到实体店，在网上询价，到实体店买。可是你别忘了，你到实体店买东西是有代价的，人家是有成本的，租金呐、人力成本都在那儿。可咱们很多消费者呢，不管那事儿，反正网上的价是这样，你多要我1分钱你就骗我，结果弄得呢，一听这价比那个网上价贵，扭头就走。所以这些商家呢，为了能够留住你，他就得采用各种各样的骗术，因为打价格战他打不过网上商城。所以现在中关村很多卖家是恨透了像这个京东啊这样的商城啊，他们把我们饭碗都抢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他就会采用欺骗的方式从你这儿多挣点钱，要不然可能在这种情况维持下他就倒闭了。那谁都需要生存呢？当然这不是他缺德的借口，但确实是造成他缺德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结果呢，你如果现在按照网上的价格卖给他，你亏，那你就想法去骗顾客，骗顾客，顾客上当之后呢，就不再到你这儿买了。来的人越少呢，你就越得抓住几个待宰的羔羊狠宰，越狠宰，来的人越少，来的人越少，你就越得采用骗术，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全国的 IT 卖场似乎都面临着和中关村卖场相似的困局。2013年底，人民网转发传统 IT 卖场生意惨淡华强北与中关村同现退租潮的文章。文章中称，一家调查机构通过调查得出数据，电脑城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下滑。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的深圳华强北，2013年夏季商圈中14家代表性单位中，有13家日均人流量下降10%到20%，4家营业额于2012年同期下降。有业内人士称，由于近几年 IT 卖场生意愈发惨淡，不少小商户选择不再续约。华强北商圈的曼哈数码城、远望数码商城高楼层的柜台，很多贴出低价招租的小广告。楼层越往上，空置率越高。随着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子商务网站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消费习惯转变，无论是深圳华强北，还是北京的中关村，亦或广州的太平洋、百脑汇，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电子第一街，都在遭遇转型困境。所以，现在中关村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现代电子商务的强势崛起，使传统的卖场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当中怎么解决呢？眼下看几乎是无解的，因为电子商务的崛起呢，必然会对这样的实体卖场带来冲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实体商店里购物的这种体验呢，往往是电子商城里头达不到的。依然会有一些人愿意到这儿来买东西。这时候你就涉及到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顾客留住，一边是价格透明无利可图，一边是片声在外无人敢信。外有电商冲击，内含诚信危机。中关村卖场衰落的困局究竟该如何补救？网络时代，互联网思维给传统商业模式带来怎样的反思？当一个地方商业很繁荣的时候，这个商会、行业协会成立是特别必要的。成立之后干嘛呢？一个是能够更好地为商户服务，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行业自律。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这一趟街上大家都卖一样产品，那你不能恶意竞争，我就拉低价，把顾客都弄我这把你挤黄了。所以行业之内得有一个协调平衡，有一个自律。那同样是呢，你不能你在这儿卖假的，然后把我们这一趟街的声誉都坑了。像这样的通过行业自律方式，一定要给予他处分。没有人在这个盛世局面下想到会有危机的那一天，他这行业自律机制迟迟就没建立起来。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转眼间中关村就败了。
所以我说，现在商业社会，咱们甚至看到很多民国晚清时候的一些片子，里边关于经商都高度强调这种商业自律。像《闯关东》啊，像这个我们看《乔家大院》都提到了这些，就是如果行业不自律，一盘散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你不仅自己将来受害，有可能把这行业就给毁了。